先生发现妻子的耳朵撸来撸操听呀，越来越聋了。一个问题问了好几遍都没有回应，他就去请教医生。哎，医生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医生告诉他，你可以试着多喊几次，站在不同的距离问太太问题，就能知道她的听力程度到哪儿了。好，先生回到家，进书房跟太太说：“亲爱的，今晚吃什么呀？”没有听到回应，再往前走了几步，接着再问：“亲爱的，今晚吃什么啊？”还是没有回应。先生这下更担心了，觉得太太听力这么差，于是呢走到太太的后边：“亲爱的，今晚吃什么呀？”这个时候听到他太太说：“吃鱼汤啦，我拢已经讲3遍啦。”胡大王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吃降血压药哪会出问题？你要感谢你的高血压啊！你知道吗？高血压是什么呢？高血压就是帮助你啊，它是帮助你的，不是在害你的。有很多人一听到自己血压高了，就哇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赶快找医生去把血压降下来。好，你越降，因为降血压的药就是那几种，而这几种呢，你却要请医生，你请教医生的时候呢，啊。下次你血压，假如说血压高，你去看心脏科医生，你可以问他：医生啊，我这血压高是应该吃哪一种？是应该吃扩张血管的呢，还是钙离子的阻断剂呢，还是阿尔法阻断剂或者贝塔阻断剂等等？你要问他，我到底是吃哪一种才是我最适合的呀？要这样才是啊，否则的话你就一直在吃降血压药，只是强迫的降下血压。好了，量起来血压是不高了，可是呢，却造成了你血液不能送到应该去的地方，包括头脑，包括了其他的各个脏腑，那这样就是很危险的事情。假如说你能够改变你自己对血压高的这个认知啊，你要知道血压高呢，它是在帮助你让血液能够送到头脑去，而扩张血管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法。扩张血管呢，西药也有扩张血管的这种药物。那假如说它使得颈项、脖子或者其他的血管呢，能够不那么紧缩，而是放松了，那血液就可以很容易流到头脑，流到各个脏腑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血压高自然就降下来。不要说是一味的去降血压。有网友因为长期吃降血压的药，那么结果呢，后半背部啊非常的僵硬酸痛，那就问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吃降血压药，越吃那个血液呢就越不能够送到脑里头去嘛，当然你这个地方就会僵硬啊。你假如说能够让这个地方血液能够流通，也就是让血管能够扩张开来，吃西药的话有扩张血管的药物啊，用中医的方法用按压穴道也可以使得血管扩张啊，那这样子的血液就可以流到头脑里头去，那这不就是很好吗？而且这样子的话又不需要吃那个降血压药，是不是？关键2穴位，血压不狂飙。动一动，按压一个穴位很重要。按其实啊，不只是一个穴位，有一些穴位呢，能够帮助你把血液能够送到头脑里头去。但是呢，你不要以为按了那个穴道就能够把血液送去了，其实是要你应该去的那个位置能够运动运动，让血管扩张起来。我们会发现哈，当你脑里面不够血液供应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因为在颈动脉这个位置的血液呢，它可能阻塞而上不去。当这个地方阻塞的时候呢，你立刻就会觉得颈脖子这个地方有僵硬、紧，而且不好运动的那个状况。那这样子有一个穴位是很重要的，这个穴呢压到了就可以使颈脖子能够动了，能够动，血液就可以送上脑去。哪里觉得疼就哪里动。例如脖子觉得疼的时候，动一动脖子。有的时候呢，眩晕就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是收缩了，或者太窄了，血液过不去了，送不到头脑了。动一动它这个痛的地方，包括颈脖子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穴叫做尺泽穴。尺泽穴呢，按了以后，你动动脖子看看，你按左边的尺泽穴，左边的脖子就放松了，按右边，右边就放松了。这样子血液呢就可以从颈动脉送到头脑里头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以减轻血的压力，因此呢，血液很容易送到头脑。于是你的颈脖子不痛了，你的头也不痛了，并且呢，血液也送到了头脑里头去，也就不容易晕眩了。除了这个穴以外呢，还有一个穴，董氏奇穴有一个穴叫做肩中穴。肩就是肩膀的肩啊，中间的中，肩中穴，它在这个肩域往下3个指头，也就是2寸的这个位置，你在这里压一压试试看，压到它，然后动一动颈脖子试试看，
你压左边，左边就舒服了；压右边，右边就舒服了。压下去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让血液就能够很容易送到头脑，以至于血压也就降低了。所以很多人血压高的，你暂时先不要想着说我一定要吃降血压药，而是也按一按这里试试看，按按肩周穴或者按按尺子穴，也许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根本不需要吃降血压药。冷了，血压高，先做这件事。血压之所以会升高哦，在我们用中医的观点来看，中医看病呢，它是从外因、天气、风火热湿燥寒等等哪一个原因造成了你的血压高？从情绪上面问你喜怒忧思悲恐惊，你到底犯了哪一项？那然后呢，再来治这个血压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用中医的方式来分析血压哦。冷了，血压会升高。好，我们用西医的讲法呢，很简单，冷了的时候，周边血管就收缩。为什么会收缩呢？是因为交感神经亢奋，交感神经亢奋，周边血管一收缩，那结果血压呢，血液都流到比较中间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你量血压，当然是高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量血压高了，其实它是怎么样？冷了是保护你的身体的热，不要从这个周边排除出去，因此血液都留在中间，因此身体也会比较热火一点。不但如此，血压当然就会增高。那血压增高了，可以使得血液呢可以送到各个地方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自然的血压就是到了需要已经满足了，血压就自然的就降低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时候冷就是造成血压高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冷你要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穿一件衣服使身体保暖了，或者拿一个暖包啊，让你的手脚这个周边温暖了，自然的这个血压就不高了嘛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。可是呢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常常都是跑去吃降血压药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知道，你可能就使得血压降得太过，还容易造成所谓脑血栓、中风或者其他的中风。痛了、紧张了、烦恼了，血压也会增高。刚刚不是讲吗？外因是冷，那内因呢？可能紧张，可能烦恼，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，还有疼痛，这些都可能。好，疼痛、紧张、烦恼，交感神经也会亢奋，这个时候周边血管也是收缩，这一收缩了，心跳就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而且真正的原因，疼痛要是减轻了，或者是那个紧张没有了，或者那个烦恼没有了，我告诉你，自然血压也就降低了。所以你要感谢你的血压会高，就是让你能够立刻的反映那些不好的状况而改善它。血液浓稠，血压升高，助通畅。还有哪些情况可以让血压升高呢？好，例如血里头啊，就是血管里头，因为油多了，也就叫血脂肪多了，或者血油多了或者是胆固醇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，血脂肪多了，那血里头就太浊了，太浊了，血压一定会增高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血压增高，就是让血液能够流到各处去，供应的够多嘛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？好，心脏没有力的时候，血压就太低，也需要血压高一点来让这个血液流送到各处去嘛，是不是？从这样子来看的话，高血压是不是一个很尽职的神队友？你怎么忍心一直把他当猪队友来把它压下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奉劝大家，别再一直降血压了。但我没有要你把药停了哈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可以重新思考你现在吃的降血压药，它到底是该吃还是不该吃？请教一下你的医生会比较好。小心，常头晕目眩是一种警讯。提醒大家，千万别轻忽头晕目眩的症状，最严重可能导致休克，甚至于死亡。晕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来，我们来谈一谈头晕眩的概念啊。头脑里面供应的营养或者是氧气不够了，那就使得头会晕眩。一般常见是这两种原因，一种是叫做姿势性的脑缺血，还有一种是真正的贫血。突然要用血的时候，血液送不到脑里面去啊，会造成脑缺血。例如坐着突然站起来，好，或从蹲着突然站起来，血压根本不够，血液就没办法进入脑，就会造成头晕眩，或者是进入头脑的血管阻塞了，也会使得血液没办法进入脑，也会使人头晕晕的。另外一种是真正的缺血，缺血就是说这像贫血之类的毛病。贫血的时候，头脑缺血，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晕眩，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躺下或坐下，让血液流到头脑里去，又是躺着，让血液流到头脑里去，这样子呢问题就解决了。
还有呢，血压不够高也会晕眩。例如说，你坐着站起来那一刹那呢，血要很快的冲到脑去，冲不上去，那也会晕眩。那眩晕呢，它只是一种症状，并不是一种疾病。就像是咳嗽啊、头疼啊、肚子痛啊，都不是疾病。咳嗽呢，它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头某个地方，例如说在气管啊、支气管啊或肺里头有一些东西阻塞在那里，所以你想要咳嗽。同样的，眩晕它的背后也潜藏着某种疾病。补血通血路，头晕目眩消失了。中医是从根本来解决这个头晕目眩啊，让补血啦，或者是扩张血管啦，好，让气血活络通畅。要想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补血通血络，也就是把血管扩张了，让血液流通了，让血液充满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送到头脑里足够多的血液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病情啊就会减少很多，或者甚至于根本不生病。另外呢，就是补血啊，如果不够血进入头脑，这样也会造成脑缺血，以至于头晕。我们有几个处方啊，这个处方先讲风的药哈，这个方案例如葛根汤啦，例如羌活胜湿汤啦，它们就可以使得肌肉里头的血管扩张，让血液能够送到头脑里头去。提醒大家啊，这些处方都要刚才讲的葛根汤啦或者羌活胜，这都要请医生啊给你开处方，根据辨证论治的方法来开适合你的处方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就是补血，例如说我们补血的话呢，像四君子汤、四物汤，或者四君加四物的一个方叫做八珍汤，这些啊有补气的，有补血的，有气血双补的药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都可以使得血液足够了，血液足够充满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送到身体各处去的血液足够，那么血压也就不会太升高了。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人的疾病有上千上万种，但是呢，健康只有一种。好好爱自己，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健康，就是善待你的生命。我的频道也放在干净世界的平台，你注册了吗？这个平台没有血腥暴力，没有色情，里头的影片内容都很精彩，你一定会喜欢，赶紧去注册。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而且互动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您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干净世界频道、脸书以及 IG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